高雄在地人闲聊，日月光千亿投资人武，房价会涨吗？先说结论，虽然日月光在人武投资的规模比不上台积电，废话，谁比得过台积电但是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借名登记会毁掉你的信用，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日月光即将进驻人武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日月光加码1000亿投资高雄，估创逾2000个就业机会，串联设备与材料供应链。那内容是这样，就日月光集团宣布加码投资高雄，旗下的台湾福雷电子、影威科技、宏腾科技三岸合计投资金额将超过新台币1000亿元，然后会带来2000个就业机会与创造2000亿元的产值那进驻的地点是仁武产业园区帅吧？高雄重大建设连发，现在日月光要插起仁武，不然日月光都说在楠梓而已嘛来，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先讲一下这不是我的专业，如果有讲错的话，那就欢迎各路好汉帮我在留言区里修正日月光为什么要加码高雄？就是因为台积电嘛那台积电是它的上游厂商，台积电做晶圆加工。日月光就是加工完以后的封装跟测试那所以今天台积电都说在高雄要盖到 P6 厂了，日月光圣神不行，这样我产能会跟不上，所以他就宣布加码。然后刚才提到的这3间公司就是分别负责测试 IC、封装跟散热的，你也可以理解成说日月光把它的高阶晶片测试与先进封装流水线都要搬到仁武去。这就是我说的老大来了，小弟就会跟上台积电嘛然后其他人都要围绕着他这样，然后这个小弟也是他们行业的老大他也不小再来你要知道仁武接下来会遇到的冲击然后我们来讲一下仁武接下来会遇到的3个冲击。第一个冲击，这不是房价先喷，而是就业结构就会先改变了。你不要看说2000个工作机会那你就直接脑补着那仁武每个人薪水都要飞天了，不是这样。这一波比较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仁武会慢慢的从那个传统的工业区，然后就往先进的半导体供应链靠过去。而且这次不是只有日月光自己来呢，还有各种关键的供应链会一起来，意思是又要在仁武这边形成一个聚落。这个聚落成型以后，最先改变的会是征才的市场。你会看到说仁武以前都在征普通的技术员而已，然后现在开始要征工程师了，那是人流就会逐渐进来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以后，对地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工作机会会变多，然后薪资结构也会开始分化，因为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会一起变好，而是有吃到这个半导体科技业红利的人才能变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未来高雄就不是一起变有钱，而是有些区域有些产业会先变有钱，然后而且它变有钱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房价也会涨得非常的快。来，第二个冲击交通跟生活机能上的压力。园区这种东西从来就不是只有厂房盖起来就好，它后面一定会带来各种的上班的车流然后货车车流的规划，仁武就会开始出现交通的压力测试。未来如果厂商陆陆续续进驻，那你就会慢慢感受到我们尖峰时刻以前不会塞车，现在会开始塞了。然后租金也在变高租屋以前选择很多，现在选择越来越少，越来越贵。然后餐饮便利商店生活服务然后开始慢慢进驻，这对一般住在仁武的人来说，短期之内会不舒服因为出门更塞，到处都在施工但长期来看仁武的定位就会开始改变。以前非常多人看仁武就是认为什么，就是烤鸭而已嘛，烤鸭跟工厂而已嘛。可是5年后、10年后的仁武就会跟着楠梓台积电发展的越来越好，建商就可以卖的越来越贵为什么？产业题材上班距离跟未来性，那这个就是比较凶狠的地方因为建商就要开始画大饼讲故事了，来讲一个你愿意买单的美好愿景，然后来卖仁武的房子。最后你要知道仁武的房价会飙涨吗？那最后我们来讲你最想要知道，就日月光一出手就是台币1000亿，2000工作机会，那仁武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楠梓我直接说很难很难。为什么？首先是量级差很多。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台积电4兆投资效应未浮现，陈其迈说高雄走在对的道路上。就台积电在楠梓的投资是台币4兆兆兆这个单位我靠，
你知道几个零吗？所以台积电的投资规模就比日月光高好几十倍那日月光是1000亿，这种等级的投资规模，除了产业链往这边移动以外，它周边的店面跟餐饮都一路一起被拉上去。你光想想看，那个整个台积电厂区要吃饭，对不对？你可以养活多少的便当店啊？例如说台积电随便订一个下午茶，就可以直接瘫痪一间饮料店。第二，薪资结构不同，台积电工程师的收入这是200-300万、300-500万这是比比皆是。那日月光封测厂则是技术员比较多，收入就差很多啦。所以你说人武会不会涨一定会涨一定会涨，但是它的涨幅不会像楠梓那么夸张、那么剧烈，还是可以期待的。因为现在有日月光嘛，那未来还会有，比方说日月光的下游他们也要进来宣布进驻人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日月光决定加码投资高雄仁武产业园区的新闻。那我先分析了未来仁武会面对的3个重大冲击，跟讨论未来房价有没有机会提升。反正我结论就是仁武要转型我们整个高雄在转型，仁武也在转了，产业跟定位都在转型。虽然整体的发展速度跟房价不会像楠梓有那种台积电这种护国神山等级那么猛烈，但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什么时候适合进场人武？ A 现在就可以先卡位了， B 5年后差不多， C 等台积电 P6 厂盖好再说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我要表达是仁武是补涨不是暴涨补涨不是暴涨。那仁武吃不吃得到台积电的外溢？可以那你自己看 Google Map 就知道了。好，那个仁武的问题出现在它没有长时间的发展没有长时间的优质发展，比方说学区那你那个学区就是不够好嘛，不够好到人家还是要把房子，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学区考量的话，还是要买在农16美术馆你买在仁武上班是近但是就觉得一想到就是那我的小朋友他的同班同学就是8+9，可能就在那边电子烟可能就在那边玩那个折叠刀想到就不高兴。如果你有学区考量的话，仁武现在是没办法了。那仁武的话还有一点很不错，就是仁武现在还有机会买到透天买在那个价格还可以的透天，买在透天。那买在透天对工程师有什么好处就是他可以门口插一根充电桩，你知道他们都开特斯拉嘛，那这样子的东西就会比较受到欢迎你说燕巢更山上的地方也有透天不是那上班会来不及仁武现在看一看是透天距离台积电厂区这个合理价格的透天最近的地方，真的还存在那种2000万上下的透天，所以还是很不赖的你看仁武以前我们就会出入入都是谁？都是工人都是司机，货车司机都在喝威士比。那现在未来可能仁武一半一半就是出入仁武是谁？工程师，然后司机没有司机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然后都在喝什么？就是喝红酒、喝啤酒了，就不太喝威士忌了。转型中乐见其成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你看这个以整个高雄来看，仁武靠近台积电是不是相当于蛋黄区？台积电就在仁武旁边而已，所以说你把它判断成那个蛋黄区是很合理的，就要蛋黄区
蛋黄区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哦，真的是比什么什么蛋白、蛋壳、重化区还要多非常的多的。所以如果你喜欢，你就去看。那我先说我的立场哦，就我们大家钱都没那么多，买房子那么硬的事情，所以我会去做人武，不会，我自己不会，我会继续看哪边，看市中心。